感谢亚洲头皮健康养护专家 Off Relax 对本期节目的支持。大家好，我是 Iris。大家好，我是别笑。你有没有一到夏天就想让自己焕然一新，从头做人的冲动？我有，而且就是在这种夏至未至的时刻，这种感觉最强烈。前几周我约了我的时尚顾问别笑老师陪着去买衣服，期间我看到了一件蛮好但略修身的衣服，不是很符合我一直的那种穿衣风格，但也没有很抗拒的紧，好看，但我又怕自己不配，所以很犹豫。这个时候别笑老师说，买吧，这才是夏天的开始，你穿的好看啊，给自己买一个希望。我当时就一个机灵，脑袋上飘过3个字，我配的。就这3个字，看着镜子里面的自己，我开始不禁思考，到底是我永远穿自己觉得舒服的衣服，还是应该朝着穿什么衣服都让它更配我的方向才更对呢？我和你一样有这样的想法，想不想穿？想不想试一试新的风格？想试一试。虽然感觉夏天年年都如此，但我还是想给自己增添多一点点期待，因为我觉得我值得，我配。一到这个季节，就想淘汰掉一件穿了太久的衣服，想多吃一下当下的时令蔬果，想换一个新的香味儿，想感受每一个柳絮结束后的晴天，更想开封一套新的洗护来迎接这个夏天。没错，我值得，我配。配就像我可以去开封一套新的 Off Relax。Off 是去除洗净，把头皮表面的脏污都洗掉，让头发和皮肤都变得更轻松，以更具体的方式为身心的舒展腾挪出空间，让每一次洗头发都会变成一次回归自我的 relax 时光。希望我们在这期节目的陪伴下，在 Off Relax 的陪伴下，都能洗去心中的不配得感，变得 more relaxed， 享受 more relaxing 的夏天。我有一个同事，我还蛮羡慕他的，他很好看，而且是好看他自己还会收拾，所以很精致。我倒不是羡慕他好看或者是这种精致，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吧，每个人都有不一样的标准。有一点是他有一颗特别大的心脏。最早的时候我刚见到他的时候，我说哎呀你今天好好看，就是一般人都会说、哪里哪里，对吧？对对对，我也期待可能就是他会这样反应结果他说只有今天吗？我是每一天都好看。我当时就想说、啊，难道不应该是就是那种谦虚一下的礼貌的后退一点吗？或者是因为别人夸我了，或者说哎你今天真好看，我说今天有认真打扮呢，对吧？还要解释一下。哎，对，就是我也不是天天这样，你不要有落差感，就生怕别人觉得我不配，我配不上这个赞美。明白。后来我就发现我的潜意识里面是觉得我自己不配别人的夸奖，甚至我在夸了别人，我即使我这个夸奖是真心的，我都会觉得别人配不上这个夸奖，但其实人家是配的，对吧？对的，他说这个话才是正确的。是的，是应该给你的反馈应该是这样的。对，所以你夸了我，对吧？你是真心的，我也应该是，你应该认可你的认可我的夸赞。所以我为什么要说哪里哪里，或者是说哎只有今天是这样的啦，也不是天天都这样就是我非要往后谦虚一点。我就是好像感觉你谦虚一点，然后后退好多点。当然它好看啊，它精致啊，本身它是我夸它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事实。可是它的这种态度，很多时候有一个人他不一定是真的他好看或者是不好看，而是他身上的这种气质会让你更想说这个人身上有想夸他的地方，光芒，对，在发光，对，他会让人想去靠近，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会觉得快乐。对，我也想成为这样的人，但我好像还在这个道路上在努力就是因为有时候潜意识会占据上风，就是你这种潜意识这种想法我也会有，而且我觉得这个是从小影响到大的。
我有一次小的时候吧，应该就是上中学的时候，我在路上走，因为老家嘛，就来来回回路上都能碰到很熟悉的一些大人，碰见了一个我妈的朋友，然后那个阿姨见面看见我们打招呼，哎，就说我哎呀，说我叫我的名字，哎，真心疼啊，心疼就是真心疼，真心疼啊，这孩子真心疼，长得真让人心疼，心疼就是。我不知道是，反正我理解为西北人会爱说的一句夸赞，就是有偏西北口音的那种。这孩子长得真心疼啊！我虽然不会说家乡话，但是我觉得你说的不对。他就会说啊，这孩子长得真心疼，就是啊，夸你长得好看，夸你长得可爱，夸啊，就是好久没见了，大姑娘亭亭玉立的那种感觉。我在那之前呢，一直就是那种。退缩的那种状态，别人夸我一般我是没有给反馈的，就是笑一下，然后要么就摇摇头，也不吭声什么的，就那种感觉。但是我感觉，因为你那会儿已经上中学了嘛，你接触到一些就是外面的那些五花八门、特别新鲜的事情之后，你就感觉你的性格是有一点点发生变化的。不管是我自己家里人还是周围的亲戚，都会说我太过于内向，不敢面对别人，我也想改变，你就想给他们点颜色瞧一瞧。我就说，那我这一次就改变一下，我就变得大方一点。因为之前他们老说我就是缩着、拘着，还驼背，就让人更感觉这个女孩特别的胆小，这样感觉。是我心想，是啊，你们从小看着照片，或者是跟别人都说啊，我从出生的时候长得都特别可爱、好看，那我就认为我很好看呗。这个阿姨说我长得很心疼，对啊，我说那我就很坦荡，我说。谢谢阿姨的夸奖，我就这么说了一句。自信的双先队员，对，谢谢阿姨的夸奖，其实就是一个寒暄，打完招呼以后就各自走各自的路。结果当走过去之后，还又剩我和我妈，我妈突然瞪了我一眼，说：“你还真不害臊啊？别人说你就接受了。”她是很严肃的说的，她会觉得我当时的表现并不好。那一下又给我了点阴影，我就很长一段时间都觉得我好像又害怕别人夸我，然后我也害怕我不知道该怎么回应别人对我的一些评价。很长一段时间我就觉得，但凡有一点点那种苗头上来，觉得我就开始分不清楚是真的在夸我，还是客气一下。一旦觉得我对有一些夸赞有一点开心的时候，我会自己把自己那个苗头掐掉，就不对，他肯定是随口说啊，他肯定不是真心夸我的，我肯定没有那么优秀。他说的那个东西到底是不是真心的还是客套，那是他的问题，根本不应该是你的问题。对的，就现在我就觉得你都夸我了，那我不接着，我还把你踢回去啊，那我不给你面儿嘛，对吧？对，所以不讲究。所以我现在就觉得，就是说，我们都会就是要求谦虚。对，谦虚，我觉得谦虚是好的东西，是美德。对，你应该要求那个人别夸，你妈应该去说他啥呀？你这么说我娃子，以后把我娃子说飘了。你妈有本事就是应该那么去说那个人，而不应该说我，对吧？不应该说你，对吧？所以就这一个经历。你是知行合一的，你是真的觉得你自己让人心疼，留下了深深的印记，导致我很长一段时间都很迷乱。就一方面我觉得我应该不至于吧，另一方面可能真的至于。然后但是呢，经过自己的努力，觉得现在自己成长的比较好。就是我现在先夸夸自己，我们现在夸就是接受会坦荡很多。对，就学的会更坦荡一点。虽然有时候还是会，哎呦哪有啦，对，真的是脱口而出。但内心里面说，哼，就是我的功劳。对，但这个播客是提姆我靠，我就因为你说到你妈瞪你嘛，我觉得那个。太有画面了！我现在跟你在说这个事情，我脑子里面都能想到我当时的那个感受。虽然我不是说我妈她的做法到底值不值得批判啊？她别的时候她也是一个正常的母亲，妈妈对，她该做她做的任何事情。就那一刻我觉得有的时候引导一个孩子从怎么。正常或者是自然的接受别人的肯定，我觉得这个还需要蛮需要琢磨的。可能用一句话形容就是时代的局限性，因为那个时候就是这样。这个让我想到也是我小时候一个比较，就是这么多年我每次就是
买鞋的时候，你都会会下意识的，对我都会想到一件事儿，就我真的觉得也是时代的局限性，就是那个时候小时候家里面给我们买鞋，尤其是可能小学中学的时候，那个脚一直在长，所以我永远是买那种放大一码的鞋，因为我家里面说这样鞋子可以多穿一年。鞋子因为它有的时候大了，然后会很沉，或者是别人给的鞋子，而且你带不住脚，你带不住，所以你走的时候它经常会哐塌啦那种感觉。对，而且你的走路姿势也会因为这个不舒服。渐渐的你长大了，鞋子合脚了，过一段时间它就会紧了，你就会穿这个鞋就会特别挤。但这个时候我们会再多穿一点，所以我会同时经历一个特别大和一个略就是鞋小一码的这个时候。而且中学的时候，家里面人会说嘛，那个没有必要买什么好鞋，穿一年就废掉了。还是小孩儿而且就为了这种事情去，就好像感觉太注重物质和外表了。我现在的鞋码39、40啊，我觉得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我没有穿过合适的脚，合适的鞋，因为我没有穿过合适的鞋，就至少在你会下意识还是想买大一码吗？会，我刚工作的时候也会很省，就买可能比较便宜的鞋，我跟你就能穿就行。出丑不是说了吗？走着走着鞋化了，胶底化了，真的就是有过那种尴尬的时候，所以我现在买鞋会对它的要求会高一点。自从自己赚钱之后嘛，就是我现在比如说可以买衣服，我可以买一个平价的，我可能包呀、衣服呀，我觉得都可能会要求低一点，但是鞋子我觉得我自己配得上一双合脚的鞋，而且按照我现在的经济条件上来一点，我配得上我值得，对，我配得上一双更好的鞋，而甚至不仅仅是合脚而已。是的我希望它的皮子是透风的，我的脚不会在里面闷着，舒服的，不磨脚的，款式好看的。对，我穿着它我会觉得，我觉得它是跟我配的，对，而不是那种让我自己会我说哎呀，这鞋怎么不跟脚呀？这鞋不会走着走着就掉了吧？就会有那种慌乱感的鞋子。对，而且我会一双好的鞋，就是穿很久，因为它舒服。你说这个可能，我觉得它也是一种，可能就是像你妈妈说你，我们家买鞋的时候，我爸妈可能没有想到，他们可能就觉得的确嘛，小孩嘛，买鞋就买一个放大一码，或者穿紧了再穿一段时间。对，因为你长得太快了，你必须得考虑那个年代。对那个环境，对，如果我有比如说我的侄子或者我的小朋友呀，我有机会带他们去买鞋，我也会希望给他们买一双能够配得上他脚的鞋。就这件事情对我来说，到现在为止，我只要买鞋，我每次都会想到，我一定要买一双合脚的鞋，要不然这鞋干脆不要了。对，这就是学生时代，小时候，学生时代，这是一个很物质的一个角度上就产生那种心理，就已经那个时候好像就给埋下了一个小种子，就是我可能不太配得上。所以小时候就经常会问自己嘛，我配得上吗？以前哈，在遇到那个 Roy 就是我们的发型师之前，我一直都不太敢进那个理发店，因为我一个是怕被宰，另外一个是我每次进去理发店之后嘛，那个发型师给你弄都会说，哎呀，你头发细软少，所以呢要烫，要那个染让它显得多，你这个脸型吧，要用这个东西来修饰，然后你说那我要这个效果，你能弄出来吗？他说哦，那这个弄不出来，这个是那个卷发棒卷的，这个每天都要弄的，所以就是导致我很害怕，我怕我一去理发店，他们就会说你这个不行，就是说你这里不好，你那里不好，你这需要改进，你那需要改进。改进不是一次性的，你就得花钱，对，慢慢的花大长期的，你就会就是很害怕去见到那些老师，你会心里面就觉得，哎呀，我好像感觉我要去参加一个什么面试或考试的那种感觉啊，他们好像在这方面更专业一点，我好像说什么感觉都不是很有底气，就任凭他们说什么我就是什么那种感觉。对，自从我就是跟 Roy 熟悉了之后嘛，开始给他下各种 brief 之后，我现在经常说的是，如果你做不出来，就是你业务能力不够。没有烫不出来，没有卷不出来的那个卷发别告诉我是只有卷发棒才能卷出来。对，而且我又不是光头，就算我是光头，你是不是也得想一个方法让我植发、买假发，或者是想一个其他的方案？对，第一步就是什么呀？舒活头皮。那个Roy说你这个头发就是我给你剪一个什么这样，我说哎呦，我回头就是可能打理不来啊或者什么。他说
我觉得你会的，因为这个头发很好看，所以你会为了他，你会愿意去整理它的，但也不会特别复杂的，就是说会早上喷一下什么东西。我觉得哇，他都说我配哎，三里屯 No.1 哎，三里屯 No.1 容易送哎。然后我觉得他就是，如果你能遇到一个正向反馈的话，对，你一来我一回，你一来我一回，我觉得是就1+1大于对1+1大于2的那种效果，然后就反而越来越让我觉得我配，自尊感会越来越高一点。就是它不是到自负那个程度啊，因为我们还在低谷，我们至少要把从低谷的那个状态提升上来。前段时间我看一本书，那个书叫《他人》，是一个韩国作家江河吉写的。我在那里面发现了一句比喻句，就那句话令我特别特别难受。他描述了书里面介绍的一个女性角色叫佑丽，说佑丽是一个宛如吸尘器的女人。然后当时在想，因为首先就是韩国人，他韩语的那个风格，他们就特别会用各种我们意想不到的词来组成形容词或者是比喻句来形容别人。当时我一看，我说她是一个宛如吸尘器的女人，我就接着看她后面再解释这句话，是说她真的很容易被追到啊，只要向她告白，就一律来者不拒。别人说啊，我喜欢你，我爱你，他就会很容易的相信别人说我也爱你，然后别人就会说啊，他就是个便宜货啊，什么都来者不拒，什么都会扑上去，想得到你的呵护，你的疼爱，就像一台吸尘器一般照单全收。甚至作者就是其实在书里面反讽了男人的这种表现嘛，他会说很多男人就是利用这一点来说怎么样去找这样低自尊感的女人来练习恋爱，就说这种女人是最好拿捏的。其实特别难过，我觉得自尊感也是不配得，我觉得我不配，我觉得不值得的那种表现。因为其实不配不值得最相对来说吧，最家喻户晓的一个形象其实是安陵容。她的经典名言是原是我不配。我觉得这句话就贯穿了她的一生，就是一个低自尊感的一个表现。一个就是像安陵容这样的，就是我觉得我一切我都不配你跟我玩是因为你瞧得上我是不嫌弃我蠢，不嫌弃我穷，不嫌弃我难看罢了。另外一种不配得感就是像这个他人里面说的这个叫佑丽的女性，对，吸尘器般的女人，因为她没有得到过怎么样，就是没有接受过正确的爱的教育，所以她是缺爱的，她缺乏关怀，她渴望别人关心她疼爱她，她太寂寞了。所以一旦这样的女生遇到一些就是不太好的人对她的这种就是当练习一样的 PUA 式的恋爱猎杀的时候，他真的会奋不顾身的扑向对方，那么可能受到伤害最大的其实就是他自己。这样你说他们有问题吗？安陵容其实是个反派嘛，他也伤害了很多人嘛，你说他们有问题吗？有自己的性格问题，但就是因为他觉得他不配，其实别人没那么觉得，这完全是他自己这么觉得，导致他做出了其他的事儿。对对对，那你说全是他们的问题吗？我觉得不能这样。所以就当时看到这句话形容，我说作者还真的是蛮会写的，就是很会用形容词。哎呀，我这一句话，我就说这本书可能别的地方就差不多，但是我觉得他的这句形容其实是真的戳中了好多女生对于爱情的那种就是想不通的点就在这里。因为好多年前就是那种比较就是经典的一个形象是傻白甜，大家会觉得你傻你白痴，但只要你足够的甜足够的 nice 能够包容，就会有一个霸道总裁从天而降为你承包一片鱼塘巴拉巴拉巴拉，然后你就会因为借着他的风，不管是事业呀还是个人的就是生活呀，都会有一个变化。他之前的那些所有的看上去就是蠢蠢的呀，是一种善良。这几年开始有不断的聚集，就开始想说这个女生要足够清醒嘛，就是包括男性可能也是，你永远做一个备胎是没有用的，你还不如去寻找一个就好像真正的适合你的。对对对，而且最近不是流行的词是祛魅嘛，祛魅这个词就是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我们配不上对方
啊，我觉得不行，我觉得跟他在一起恋爱什么的，我自己会有压力，然后总觉得自己是低姿态，甚至有的时候我觉得咱俩之前就是有的没得聊，什么我喜欢看的某种类型的恋爱剧什么，我说我希望他们是。两个人都是平等的，平等的强，平等的弱，或者是平等的普通都可以。但是我不太喜欢看那种低姿态、仰望高姿态的这种恋爱关系，我就不太喜欢看。我就感觉好多时候我配不上，产生的那个点就是对他的学历莫名的崇拜，就是过高了。然后他身上有我没有经历过的人生经历，那我觉得这个人好酷，然后你会产生他跟我不一样呀，我觉得他好厉害，然后也会过于产生过于强的那种光环，那个光环下面，你就永远觉得自己不配，就永远觉得我得仰望他，我得仰视他，他怎么能会喜欢我呢？他肯定不会喜欢我的。有的时候人家不一定不喜欢你，可能是你自己没有察觉到。对，就是你应该我觉得应该把重点放在我喜不喜欢就可以了。对，这个是更重要的。对，我喜不喜欢，我喜欢你就喜欢你，我不喜欢你我就不喜欢你。就是那个学生的时代啊，就是经常会有同学在一起八卦，说哎谁喜欢谁，谁喜欢谁，谁在一起。但是那个时候都是同学之间传，就有的时候比如说俩当事人反而是好像感觉最置身事外的。比如说这时候有人就会过来说，他说哎是不是那个谁喜欢你啊？这个时候很多时候就会说我有一个朋友，这个朋友是不是你啊？我有朋友就会说，他说别胡说，他才不喜欢我呢，我也不喜欢他，我怎么会喜欢他呢？我会说4个字，怎么可能？对，我喜欢的应该是像周渝民一样的花样美男子，就开玩笑，就比如说做一个这样的比喻。于是这个话呢就会被人搬运到另外的一个可能你有好感的当事人男生耳朵里，那你都这么说了，那人家肯定就是会说那也没有，那人家就是慢慢的很多时候原来就是靠八卦炒作出来的这个就会无疾而终，很多学生的恋情。但凡你那个时候稍微觉得你配，对吧？你可能说出来话就不一样，说出来话可能就是我觉得他还挺好的，他跟我还挺配的。也许对，就可能就不一样了。也许就是坦荡一点，可能我觉得他还蛮好的，就去肯定他或者肯定自己。是的，肯定自己真实的想法，也肯定他的就是吸引谁的一个迷人的点什么的。就有的时候可能你说出来这个，他就会陷入一个正向的良性的循环。对。而当你觉得不是，就会变成安陵容一样，可能进入一个另外的负向的。原是我不配，原是我不配。他也会觉得那可能是不配，那就不配吧。对，语言的力量很可怕的。不仅仅是这种，就可能我们现在说的都是那种，比如说感情向的，小时候到现在的影响呀。对。现实就是到了我现在的这个年龄阶段，依然有很多的工作层面的，我觉得这种配得感，经常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好的工作，却不敢投。哎呦，他的 job description 里面说，要3年工作经验，可我只有2年零10个月，我是不是不可以啊？对，你就可能这个工资这么高，先入为主的觉得这个工资是我不值得，我肯定不配拿这么高的薪资，肯定配不上这么好的 offer。真的经常会有感觉，就是很多人的薪水是在于他敢要，而不是在于真正的你是100%匹配你的能力的。我已经很久很久不做口译了，但是我到现在都记得我第一次去做口译的时候，别人是说给500块钱，我心里面想，哇塞，给500块钱，我就是一个学生，我敢做这种事儿吗？他给这么多钱，我敢要吗？大概已经是10几年前了，那时候好像感觉，因为我怕我把它弄砸了，我还是会害怕。后来也做下来了，但那种接了这个活，做下来之后觉得我自己是配的，只是我自己的心慌，觉得我不配，预设，预设失败。其实你应该去试一试，如果对方让你通过了。那这不就是说明是觉得你可以吗？那就算这件事情真的不成功，那再说后话。你就是觉得这个事情能做你就做，你不要想着这个500块钱还是300块钱，你就说我可以做，你给我300块吧，不用，就是人给你500就是500。如果我总是想着这活儿肯定不适合我或者怎么样的话，我感觉我可能在从大学时期体验过和尝试过，甚至影响我以后在工作方面，就是你想从事什么职业这一条路上，可能都不会有一个我想要的一个结果。
可能从学生时代有人问，哎，大一新生刚入学，然后好多社团都开始招人，你要不要去试一下广播站试一下，要不要去报个名，大小演出学校的什么什么文艺晚会之类的，哎，你要不要去试一下，你去做一个主持人，以及到我后来问我，哎，你要不要试一下学一学插花，你学一下花艺这个技术，你要不要学一下，以及后来你要不要开店，你要不要试一下，你能不能开店，当然倒闭是另外的因素花店倒闭是另外的因素，就是如果这一系列别人问我和我心里想过，但是我有点犹豫的时候，我的回复都是，哎，你要不要试一下？我说啊，这我能行吗？我能去报名吗？我能主持晚会吗？我能学新的技术吗？我从来没有接触过园艺这些东西，我能开店吗？我这脑子啊，事实上确实是有点影响，这是另外的话题。对，就我能吗？如果都是这样的想法占了上风的话，我可能就错失了我很多，我到现在都觉得这些都是我人生阅历里面特别让我满足的一些经历。后来一想就是，对，你先试，失败就失败了，先试，开始了，就真的就不要先预设很多还没有发生的事情。还有一个基础是你得先知道你自己真的对这个感不感兴趣。如果你真的感兴趣，且那个时候你还没有接触过，你只是感兴趣，你都要先去试一下。我报名了广播站的社团，进去之后慢慢的我才发现我对这个更感兴趣了。然后那个时候我产生了一个特别强烈的一个想法，就是我好想去电台啊。但是那个时候还是学生嘛，那个当地的城市广播电台是不招学生的，但是呢你总有去实习的那种机会。以前我基本上都是一个退缩型的人，甚至我要不要去参加这个社团报名，我要不要去试一下晚会的主持，都是我的舍友帮我张罗的。他说你去啊，就跟你的同事跟你说的话一样。为什么不去啊？他也不会跟你说什么更多的那个理由，他就是让你去，你去试一下，你去试一下，然后你就被双引号的怂恿着雇诱着，你就把你推上前去，你就发现哎还可以，那我就继续试一下，直到有一天吸引到了一个电台的主持人来到我们学校，说要不要去试一下，和我一起搭档，把这一期比如说做一个像客串嘉宾似的一个搭档，然后主持一下我这期节目。如果按照我中学时候的样子，我肯定是不吭声的，我就会说还有比我更适合的人。但是那一刻我毫没有犹豫，我说我去。甚至那个时候我印象特别深刻，我还是生理期的时候，非常不舒服。如果是以往我肯定就不去了。然后那一刻我说不行，我就感觉这个机会我一定要抓住，我说我去。但是我说我以前没有这个经验，我怕我拖你的后腿。他说你先录啊，我们还可以剪辑嘛你先录，就是说如果你说的你紧张的地方可以卡掉，你先来试一下。我特别感谢那个时候给的这样机会，以及我自己抓到了那个机会。其实后来我还是会紧张，时不时的还会往后缩，就觉得哎我不行。但是可能慢慢的这样的机会多了一点，那我就可能那我试一下，这个概率就更多一点。是你现在不就有了先师傅前这个大舞台了吗？对呀，还不就是当年但凡就是广播站的那个群，现在要是再交流一下，就发现那我还在坚守这个岗位真的就是你可能一个很小的决定会影响你之后。咱俩这个插画，我们一直每期封面到现在为止都是自己在画嘛。我是说真话，我不是觉得自己不配啊，我是真的觉得他的水平是非常有限的。但是呢，之前不是疫情的时候，大家都比较闲嘛，有一个比较大的项目转过来说，哎，你们的插画能不能给我们这个项目创作一个东西，帮我们做一些就是周边。我当时第一反应是这个项目，因为它要跨好几个国家，而且它宣传的是一个很大爱的概念，像我们这种先发出疑问我行吗？对，我好怕，万一做不下来怎么办？这是我能做的事儿吗？我的那个同事直接问了我一句，说 Why not？为什么不？紧接着我问第二句，我说你相信我？他又跟我说，他说 Why not？ 对好 Why not？ 他都敢用，我为啥不敢给啊？对。但我也具体的想了一下，可能在这个项目之中，的确我没做过，我也不太敢真的一个人做，所以我去找人呀。就还是像上次说的那个，我们上一期说的，就是当你
适当的寻求帮助。对，那我就找了别校嘛，2个半吊子加在一起0.8个嘛，对吧？对，最后出街的效果就是挺好的呀。哇塞，这个也是我们2个人生阅历之一呢。对，我们俩是第一次拿画挣钱了。当时是你给我拍的照片嘛，因为我那个时候没有好像错过那个机会了，然后去看到那一个大海报、大墙展示在一面大的墙上，对，然后来来回回的人那么多个地方都会能够看到。我是压根儿从来没觉得自己的画是能够出现在那个地方的。虽然我跟你一样，我觉得我自己喜欢画画是没有问题的，我画成什么样我都觉得 OK 但是可能也就是过分压制自己的这种，觉得太过于否定自己了，甚至都不觉得其实自己虽然我们没有正统的系统的专业的学习过这个东西，那个也有可能说这种画风也是可以被接受的呢，对，也是有人会喜欢的呢，对，那为什么不展示一下呢？对，就别人给你一个机会的时候，你不能说我不配，所以我往后退，而是你要问自己 why not？ 你不是说同事问你，而是你自己内心问一下，我能不能做？如果我就是自己做不了，我是不是能够有一些其他的方式把这个事情做成？对，我想做这件事情 why not？ 我现在胆子可大了，我还设计 logo。就我对你去办个设计了，你已经是我现在半吊子设计，但是我就觉得，哎，我可以试试，我非科班出身，你敢用，我敢出，就图个胆子大。对，大胆的人就先享受这个世界。对。但是啊，我们就是冷静下来，我也就是对我来说，我现在其实 AI 用的还是跟屎一样。可是我有朋友啊，我到处问怎么用，甚至可以就是说请人吃饭，然后让他现场教我帮我把这个东西线头怎么处理的，就跟之前舍友结婚的时候，我原本是以一个嘉宾的身份以及朋友的身份去享受去玩，然后顺便参加他的婚礼，这样一个休假的模式。我没有想到到了现场以后，突然间临时让我做主持人做司仪然后我说我做司仪你确定吗？他说我只有你了，我说我从来没有做过婚礼司仪，我一点经验都没有。我说且我不是那种现在流行的这种看新郎新娘，我说我不是这个风格。他说我就是需要你上台说个话就行，我不需要你过那样。哇，就真的是硬着头皮上场，但是也给人家留下了美好的回忆啊。对的，也很成功的主持了我朋友的婚礼，就是真的是。真的可以吗？就是真的可以，你可能也要现场请教什么百度或者 Google 老师。要的，我问了我问了主持我婚礼的朋友，我说你快点告诉我，我该怎么去 hold 全场。但是这都是我们先就是要觉得自己配，努力让自己配的程度更高。你没有办法说我要超过120%的这个把握度我才去接这个。我觉得就是70%到80%，你有这个把握，你就可以。对。而且我们大胆的去盲目的什么都觉得自我特别的良好，我没干过，那我也可以，那也是，对，也没。现在让我去铁人3项，我肯定是拒绝的。现在让我去主持婚礼，我是不主持的。不，现在要是请我主持婚礼，只要钱给的够多，我们可以考虑一下。前2天我的那个 logo 上了一个27米的大屏幕，我超爽的，就是我从来没有，好有成就感吧？对，我从来没有就是那种感觉，就是我其实有点害怕，我害怕这个 logo 上去不好看，或者是，所以我特别紧张。我事前事后让他们调试了好多次，但是我真的看到它在上面的时候，我的内心就是那种，我配，我做的，但是我也不敢说，我自己心里面暗爽，好爽，好爽。这个可能就是一个小的。你觉得你配不配，影响了你之后的好多的事情，好多个选择。对，你走的好多条路，其实它也算是人生规划的一个部分。对。好多时候我们都是过于的妄自菲薄，对自己很苛刻，就可能就是会觉得不适合给自己买好的东西。我配不上更好的，哎呀，将就得了。家里面说我未来也能这样，已经是很不错了，很幸运，就这么着吧。能找到这么一个人，我就烧高香吧。能找到这份工作，我就烧高香吧。于是我接受了，当然你真的接受了，你配得感平衡了，其实你也会有很幸福的一生。很害怕的就是当时你觉得哎呀我往后退一点，结果你进入了一段婚姻，进入了一份工作，你会觉得我不应该是这样的，我当年要怎么样那种就是不配得感会让你之后更长的时间处于一个更难受的一个状态，直到有一天你和解了，要么离婚，
要么你就接受了这段婚姻，或者是接受了这段工作，这样的一生，对吧？对，我可能觉得在自己年轻的时候，20来岁出头，觉得说自己的性格和个人表现过于退缩，过于内向，就说的过于极端一点，你可能是我就会说啊，那是因为我从小到大家庭环境就是这样，大家的性格都如此，我也不可能会有什么格外突出或者是不一样的地方，或者所以才会导致我变成现在这个样子。但是我今年已经39岁了，我真的不太再想说我要把我一切就是所有这些所有的你性格上面的你不说缺点吧，你就说你个人的特点吧，以及你的一些行为处事风格方式，我不想把这个再归结于那是因为我小的时候我家庭教育是这样。我就感觉我都马上要40了，我还在把我一切东西只赖给家庭方面。当然我不是想这里提原生家庭是说我们就来批判原生家庭吧，一定是有原生家庭的原因，不是批判这个，就我觉得就是各有各的苦，真的就是各有各的苦。我觉得那是有一部分影响，有一部分影响，不是完全，对，它不能影响到你这么多年，人生几十年全都是因为只是因为家庭给你造成的影响，所以就真的是在经历过一些事情，可能还是要先学一下这个我感觉这个世界已经欺负我们够多了，那自己就先别再欺负自己了吧。就是自己，我不是说爱自己特别笼统，特别虚无缥缈，但是你想想怎么能把自己哄得开心一点，至少就不要再给自己说我不配，我不值得。对，你已经受到过，就是有意无意被动主动的受到过别人的打压，别人的压制，还有一些就是你难以启齿的一些你没有办法抗拒的东西，导致你有产生这样的想法。但是我们自己就不要再说原是我不配，我觉得这个特别可怕的一个事情。这就像一个就是魔咒，导致你所有之后的一切都是不顺利的。你可能平时还好，就有的时候午夜梦回，或者是感觉就有一鞭子抽着你，你突然间一惊醒，就发现好像是我不配。哪有什么不配？对呀，根本就没有，对吧？我之前看视频，然后有一个 UP 主说，我忘了他是他自己的观点还是他引用别人的，我忘了，我就引用一下他视频里说的。他说自信是结果，不是说我因为自信，我才能做得了好多事情，以及把有一些事情能做到一个什么程度，而是因为你做了很多事情，成功的失败的你都经历过了，然后慢慢养成了自信，就是养成这个结果。但我就觉得就是自尊感高一点和我配得和我值得的这个感受更高一点，其实跟自信是一样的，就是可能还是先试试，只要是你感兴趣，不是说逼迫你做让你觉得特别为难的事情除外，就是如果是真的你感兴趣的事情，你先试试，对，你先做，对，失败了你接受失败就行，然后慢慢的你就会在更多的体验和收获，不管是好的反馈还是一般的反馈，都可能是经验，是它会让你觉得我越来越值得一些事情，做一些事情，或者享受什么东西。我觉得在就是中华文化或者是东亚文化这个圈层里面，时不时就是大家要求谦虚，所以当一个人挺身而出，认为自己很优秀之后，会遭到一些就是批判。可是我们说的这种配，它不是那种急功近利、好大喜功。对的，明明我没有，我说我是某一个我们可真的不是说自负，对，就不是那种我明明没有的东西，然后我把我所有的就是什么社交平台上面都写我自己塑造成一个特别强的一个人设啊，是的。我觉得就是这种配得感，不是说捏一个假的人设，而是你做过了这件事情，你认可你做的事情。对，我觉得它是一种认同，和定力，就是也不能妄自菲薄。当别人介绍我是一个什么 podcaster 或者是插画师的时候，我心里还是会有点慌，因为对于播客来说，我们不是一个专职的，在这个方面做得很深入，我们只是运气还不错。插画是正好选对了一个自己适合的风格，一些小小的可能被认可的部分，我觉得这个我没有什么必要好隐藏。我们是一档，不是，我们其实还是挺好的，但是我不能跟别人说，哎呀，我是什么那知名主播牛逼 No.1 什么知名主播 Iris 这个实际上可能 Iris 叫的这个名字重的太多了对吧？对，所以我觉得就是这种配可能我们要分清楚，它不是这样的。我经常会看到有一个剧情是一般人感情的戏里面，
那种演员会掰那个花瓣，就摘一片一片一片，他喜欢我，他不喜欢我，他喜欢我，他不喜欢我啊，我要，我不要。我要，我不要，我就跟他在一起，还是不爱呢？我觉得其实这个人他做这件事情，其实他是喜欢的，他是爱的，是的。只是这个过程就是一个他在确定自己配不配，是的，他的内心有一种不平衡感一直在飘的，就这种具象化的这个，我每次看到这个时候，我就觉得你别再薅玫瑰，你能不能把玫瑰直接送那人？喜欢就喜欢，别人不要你这束玫瑰，那也就是清楚了。是对吧？对。哎，我现在不能回到10几20岁了，要不然我现在恋爱肯定顺利很多。哇塞啊！那你学生时代的酸涩的恋情，对，也会有那种感觉吗？当然就是我配得上，我好像喜欢一个人，那我配不配的还是配不上他？我配得上那个花样男子吗？那的确也是配不上。你真的会带入到这上面。当你喜欢一个人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个人比你好高出好得多，但其实你跟他接触，你发现我差不多一样。对，擤鼻涕也不用纸，就是也要上厕所，对吧？对。但是30多岁的老灵魂回到10几20岁的重生之，我又回高中，那觉得我超配。我觉得我绝对是现在当时同学眼中绝对不一样的一个存在。我真的就是我们不想回到过去，但是我觉得如果回到过去，我应该会更有自信一点，去做一些我自己真的想做的事情。是的，而不是囿于周围的压力，对，不去看别人的眼色，过于察言观色，而导致自己过分的退缩，而丧失到很多机会和很多段恋爱经验。就是我要是喜欢他，我就会跟他说，哎，我喜欢你，你喜欢我们，你不喜欢我拉倒，你走，我再找一个配得上我的。但是我就不会像以前，因为以前也会有类似的经历，然后我就会觉得，哎呀，我配不配得上他呀？他这么好，他肯定不会喜欢我们。人家之后就比如说在同时有另外一个更好的对象找到他的时候，他们在一起了，你会说，哎呀，他俩果然还是他俩好配。自己难过，过了若干年之后，10几20年之后，有一天重逢，他说：“哎呀，当年我喜欢过你，你知道吗？”这个时候你应该说：“啊，真的吗？你俩离婚了吗？”不是，然后你说的是：“啊，画风有点变啊，你要不然写个剧本吧？”然后说：“啊，是这样哦。”就这个事情就爱过无疾而终，对吧？爱过与错过，没有说我自己哦，说的是有一个朋友，就类似嘛，对吧？就是回不过去了。对。但是反正自己现在是这样，还能做的成长了，还能做的改变就是未来的嘛，对吧？对，成长了，有在好好的长大。就是还有我们经常就会聊，就是关于真丝的一个话题。一说到真丝或者真丝制品，首先就是说我就会说，我说我不配啊，我这个皮糙肉厚的体格配不上真丝，它太贵了，且它太难打理了，它比我娇贵。但是我后来想，我说如果这样的想法就一直循环，它就不仅只是暗示真丝是我不配的东西，它会延伸到生活里面好多别的东西，就可能这个东西暂时不适合我或者是我暂时不需要，我也会把它归结为是我不配，变成一个就会影响生活工作的方方面面啊，我不配，所以我不买。哎，自己还觉得我省钱了，但其实是你更多的念头是因为我不配它，所以你才不会买它。我不配它，所以我说这个事情我不做了。我不配，所以我消失吧，啊，我让别人干吧。那你任何你不配做出的决定，肯定是一个不好的结局，就一定是你可能是遗憾的啊，一定是惋惜的，或者是懊悔的一个结局。然后这些结局最终整合到一块儿，再回到你的脑海里面，给你一个加深你固化你的那个印象，就是看吧，果然是我不配啊，还是别人做得好，果然是我不配。所以啊，别笑，就买真丝枕巾。对，他不买被套，我不买被套，我也不买床品，我也不买什么真丝衣服，就是我觉得就是在这方面让想法简单一点，就是它就是不是你的日常需求。那就停在这一步就好，你不用想它为什么不是你的日常需求，我不需要理由，我就要我舒服。它现在这个阶段不是我舒服的一个因素，那我就不需要它。但是我觉得我的脸值得真丝，睡在真丝枕巾上面，这让人心疼啊！睡在真丝枕巾上面，我觉得我的脸是舒服的，那我就用真丝枕巾，就还是这样的循环多一点，你可能
会少很多那种生活里面方方面面都说，哎呀，这个我不配啊，这个吃的我不配啊，那个地方我不配去啊，这个假我不配休啊，这个休息我不值得休息，太可怕了。最终就变成跟安陵容一样，对，一定要是我不配，一定要形成一种新的那种正能量循环。我想那个您看那个嬛嬛嘛，从慢慢的越来越配，越来越那种感觉，就包括现在好多明星，你也会觉得红气养人。红气养人是玄学吗？但我觉得也有后天发育的，就是一部分的对他自己的努力，对也有。不是我的后天发育指的是科学技术改造了科技很活我觉得有一部分。那真的，但是你看他们最早出道的时候，其实不管是舞台上手足无措啦、慌张迷茫啊，到那些就是雷人造型，然后那个发型、衣服，其实看上去我真的都觉得那个时候他的确配不上他现在的某某什么官、某某什么大使那种身份，可是他也是从那个时候慢慢积累到这个时候，才匹配上他现在的 title。就好像刚才说，就是它是个结果，就是这些导致我越来越觉得我自己值得更好的生活，或者是更好的这个工作机会选择什么的。他的这个配得感的来源，我觉得是来自于他们的，比如说粉丝或者喜欢他的人，让他产生了这种强烈的这种认可，正向的认可。对，他们都说我配得上。我能够扛得起一部剧，我能够扛得起一部电影，所以即使他不能，但是他反正觉得，反正他粉丝说了，票房在那儿，对吧？是我没有在暗示谁，也许是在暗示谁，但是就是那种感觉，就是表明他其实是他人的认可是很重要的。就比如说对我来说，我买那件衣服80%是因为我身边的我很信任的人告诉我了这个东西是适合我自己，有20%。我需要至少31%的肯定，来自于旁人，我不是每件事情都能做到，我觉得我配，所以我觉得这种他人的夸赞，对，支持、认可，特别重要，特别重要。所以我也很愿意，就是给别人，让他觉得他配。对，就是你为什么要夸你，是因为你真的配得上这个东西。我觉得你今天很好看，我也说的是事实。我也没有办法说哇，你天天都那么好看，这东西说的同伙也膨胀了。是的，对吧？我说的这个可能会让，有一些可能没有那么大心脏的人，他就会意识到，我今天这样是挺好看的。一个真实的反馈就形成一种真实的正向的循环。对，让他开心一整天，这样的开心越来越多，你配得感就高了。老生常谈，一定要自己相信自己，还是别执着于去分析我之前为什么不配，你还是更多的相信未来的你会更好，因为你现在的选择而让你未来的你更好，更积极的一种往前走。我对你的认可其实就形成了你对你自己未来的一种期许。对的，你可能会享受这一次，以及未来可能更多的更想去尝试。不仅是我，可能是包括你自己的，包括更多的人，对你都会影响。这就是可能未来。小杜鹃之前在学那个滑伞，飞到天上冲下来的时候，我就问他，我说你不会觉得万一要出意外啊，或者是可能要偏掉了，害怕或者是担心那种对，你会想这些事吗？在天上的时候。他跟我说，他说他们的训练的时候有一点是，在天上的时候从来不要想自己去失败，你只能想着你自己做正确的事情，做对的事情。你不要在天上想，如果我这个时候扣错了一个什么拉绳儿，你要想的就是我要正确的拉哪一个拉绳儿。对，永远不要在上面想，哎呀，不会这个地方翘开来了哈，我不要想那些，预设一些情况。对，只是在做你现在做的事情，每一道程序做下去就可以了。对，你一定要按照正确的想法，尤其是在天上的时候。如果你在天上的时候，现在就脑子里面有很多的想法，你就会很乱。你的飞行中间你会错过很多东西，而这个东西可能会是致命的。在这个时候，你一定要所有的想法就是我要正确的把这个事情做到一个对的事情，我能完成这次的飞行。后来我就觉得，想着正确的事情去做。我配一个最好的结果，其实是我在做事情过程中最重要的一点。我不应该想万一我搞砸了怎么办，那是之后再说。对，归根结底，我值得，我配得的这种强烈的正向的这种感觉，其实还是来自于自己对自己的激励吧，对自己
怎么说呢？我们也不能现在100%的说我们现在很了解自己，不了解，对，不了解。我可是一座宝矿，对我的开发还未到4%，就是你还是要对自己更了解一点，多接受真实的自己，就接受你真实的样子，不要去想的是给自己营造。我去相信我营造出来的人设，而是接受你自己真实的模样。这个模样可能不太好看，但是你接受了，我觉得会更坦荡一点。是，尤其是不要通过贬低自己而去称赞他人。其实我们2个人经常会犯这种毛病。对，别人一说我们就说，哎呦，哪有，也要么就是哎呀，是你不嫌弃我们罢了。我觉得这个话语言的力量太强大了，说着说着就成真的了，别人会真的以为我们说的是真的。对，然后别人说那他们果然不行，算了，不找他们了。我们可以的，我们可以的。我们要认可自己做的事情，对，我们还要就是多体验各种的好的、感兴趣的。习惯拒绝，认可你做的事情，认可你的享受，我值得享受，我值得休息，我值得去见识好的东西，多这么暗示自己。对，说到底就是有自己的定力，觉得自己配得上。我配得上真丝真金那我配得上穿合适的鞋子，我配得上休假，我配得上出去旅游我配得上做一个可能我没有做过的事，我配得上别人的认可。我就暂且相信别人对我的夸赞和认可都是真心的，那我配得上所有只要他对我说出口的真心的夸赞我都接受。我配得上一个好的发型师我配得上用稍微好一点的洗护护肤品，我配得上 Off Relax 对本期节目的大力支持再次感谢 Off Relax 对本期节目的支持。初夏来临， Off Relax 特别推出了夏日青梅限定洗护系列，希望能通过特调的夏日限定香氛，让你在一呼一吸之间感受漫山清甜，在自然的频率中追溯夏日的美好。像我呢是那个顺毛短发又偏细软，所以我的需求就是能够让头发蓬松起来，显多不贴头皮，最好还能带点好闻的那种清新的味道。不管是在运动之后还是一直坐在办公室，都能够感觉到很自在很舒适。 Off Relax 它就是洗的时候完全不会觉得假滑或者是干涩，洗完了之后头皮也会很清爽，头发也会很蓬松，洗一次能够干爽利落好一阵儿。我正好是你的另一面，我是沙发，然后有轻微的自来卷，发质呢比较偏粗硬。我最大的需求就是头发要尽量的顺滑，要清爽。然后现在天气已经慢慢热起来了，我的头发也感觉新的季节到了。在这之前我已经用完过好几套他们家就是 Off Relax 的净澈蓬松那一个经典系列吧，家庭装大瓶的那种，使用感还是非常不错。然后这次推出的青梅限定系列，就是在他们净澈蓬松系列的基础上调配了夏日的限定香味，这也是给我的第一印象。洗完以后觉得味道停留在发丝上，然后头皮有那种轻盈的感觉，有一丝初夏的味道。所以我无论是白天洗头发还是晚上洗头发，我头发的清爽程度和那种香味都会让我感觉到很舒服。好用又好闻的 Off Relax 也为听友们准备了专属福利，即日起至5月31日，手机淘宝搜索 Off Relax 官方旗舰店，下单购买夏日青梅限定洗护系列，备注限时肤浅，即可额外获赠价值99元的夏日美好网袋包一个，数量有限，赠完为止。今日份肤浅到此暂停，相信还有更多值得我们探讨的角度和方向。如果你喜欢，有任何想法，欢迎随时反馈给我们。我们的微博、微信、小红书账号都是限时肤浅，欢迎你来说说话。你可以在各大平台搜索限时肤浅进行收听和订阅，订阅后可以第一时间收听节目。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愿意打赏或者分享给朋友，我们在这边给您远程鞠躬啦。愿我们保持沟通，共同讨论。